奴隶力气还挺大的，真不知道爷爷当初是怎么想的，非让我嫁给这个奴隶。你爷爷就是老糊涂了，这不都昏迷3年了，你这奴隶老公也是，除了力大无边，什么毛用都没有。巴卡，扑灭上清宫，你们整个龙国就会匍匐在我们八国城下，杀光他们！众将士听令，今日生死一战，待圣主出关，必将这些外域邪神斩杀殆尽。你们的圣主已经吓得不敢露面了，先杀了你们，再杀了你们的狗屁圣主，动手！非同非铁，一为高。曾在须弥山下藏，谁不用阴阳颠倒烈女？岂无水火飞锋芒？谁在装神弄鬼？出来！圣主出关了！布阵！不管你是谁，出来受死！你就是他们的圣主？我灵宝上清天尊，号通天圣主，请外域诸神受死祭天！通天圣主，就算你的境界比我们高半层又怎么样？我们这么多半圣高手，你不是一样要死？等你死了，龙国就彻底完了。我观诸位外神劫运灵头而不自知，且看本圣主一气化3000，高卧九浮云，无可有震天地玄黄，通天万圣尊，怎么会有4个通天圣主？境界相同，三清归一，万道臣服。今日我李通天正天地大道，战外神于此，特凭4剑一阵图，不阻诛仙大阵，请诸位外神入阵，应劫赴死。你为了斩杀我等，居然强行正道大帝，给我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是通天圣主。起来呀！翻不动了，臭奴隶！大小姐，他不会动了，不会死了吧？死了？这傻子奴隶怎么会死呢？饿了他3个月都没死。算了，别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我们走。诛仙剑觉醒，难道是圣主复苏？诛仙剑名一升起，九州风起3万里。诛仙剑名2升起，劈地开天山海移。八卦仙衣妃子气，圣人出自东南隅。剑光耀东南，是圣主复苏，即将归位。上清宫护法集结。上清宫6护法拜见云霄护法。诛仙剑引路，圣主回归当在云城，尔等即刻随我奉剑下山，寻回诛仙3剑一阵图，恭迎圣主归位。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我是通天圣主，血战黄冰，60蒙尘，流落云城，被修天兽所救。他使我根骨不凡，有仙人之姿，招我为婿。圣主，与八国黄冰一战，我强行破境，正天地大道灭敌，把脉皆损，60蒙尘，将隐于红尘，寻一机缘复苏。为防止八国贼子
卷土重来。我将留下诛仙4剑，1剑护天铎，3剑镇边关。老伙计，我这一去，龙国的安危就靠你们了。圣主，属下愿护你左右。不可，上清宫不可一日无主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封锁我负伤的消息，此事绝密，外人知晓，杀。圣主死去，何时方归？诛仙剑，鸣3响，大风起，天地动，紫气来，本尊方归。萧天寿啊，萧天寿，你一病不起，落个清闲，萧家人竟拿本尊当奴隶使唤。上清宫余萧拜见圣主。我等接驾来迟，请圣主降罪。起来吧，尔等无罪，本尊苏醒，尚无人知晓。云霄，你能即刻赶来，有幸了。全靠诛仙剑引路，云霄才能寻见圣主。老伙计，好久不见。圣主，是谁敢对您如此不敬，给您锁链劈身？我的未婚妻萧清墨，云城第一世家萧家长女萧清墨，她以普通权贵，本就配不上圣主您真龙之身，还敢以铁链辱您威严，其罪当诛9族。属下即刻带人毁其家，灭其族。萧天寿与我有恩，萧家恩过并存，不予理会。至于这婚约，本就非我所愿，择日我自会去萧家退婚，尔等不必插手。属下查证，3年前乾坤店主无道杀神秘密勾结东岛，才招致8国皇军进犯龙国。叛国难饶，看来本尊复苏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和杀神低头，乾坤俯首。圣主回归，重掌上清宫，无道杀神反叛在您面前只如蚍蜉撼树，如自量力。杀神无道的修为已达屠神境，不可小视。本尊沉寂3年，修为停滞，需先找回其余诛仙3剑，方可重正天地大道，灭无道杀神。有陆仙、剑仙、绝仙3剑的消息吗？陆仙剑现被南域战神楚震天私藏，3年不曾出鞘。3日后，楚震天召开择婿大会，为其独女9星战将楚灵溪拔剑选婿。本尊的陆仙剑，岂是他楚家可以私藏的？传令上清宫，备礼启程南域。他南域战神的择婿大会，怎能少得了我通天圣主送上的一份大礼？此次楚家择婿广邀豪门，云城萧氏也在名列之内。萧氏在大会上安分守己则罢，若是猖狂无度，本尊不介意先将他们高高抬起，再重重摔下。据传，龙国文武双圣之一南荒武圣暗地投靠杀神，也曾参与勾结东岛，不过尚无正事。传令南荒武圣，即日起，本尊驾临南域处事，他有罪与否，本尊亲自审他。今日南域战神为爱女择婿，我等受战神高看，受邀到此，皆是门楣光耀，家族荣光啊！今日若谁能得灵犀将军垂眼，做了楚家的乘龙快婿，他日前途必将无可限量啊！9星战将灵犀将军到！今日我楚灵犀拔剑择婿，在场的诸位公子，谁若是能拔得出这陆仙神剑，谁就能做我楚灵犀的夫婿。既非凡间物，岂可染尘埃？
一群凡夫俗子，怎有资格沾染仙界光辉？我父南域战神进天都议事，返程稍有耽搁，稍后便到。择婿大会由我楚灵溪亲自主持。陆仙剑在此，诸位，谁想做这拔剑第一人？这就是传说中通天圣主正道法器之一的陆仙剑。没错，3年前陆仙剑从天而降，入我楚家，想必是圣主念我楚家劳苦功高，镇守南域，特将这陆仙剑作为犒赏，赐予我楚家。能得到通天圣主的犒赏，他日前途必不可限量。能和楚氏联姻，家族必将飞黄腾达，鸡犬升天呐！这种好事儿，100年难遇。我乔少坤自然当仁不让。我先来。好，不愧是通天圣主的法器，若无撼动万机之力，绝不可能拔出此剑。既然乔少这么说，那么看来今日拔剑夺冠的头筹要落在我陆家了。陆少可是护卫天都的禁军统领，有着京东第一猛的称号，就算拔着剑，需万斤之力也能拔得出来。天都九龙鼎重达23000斤，我都举得起来。一把小小的剑，难不住我。看来今日能得楚将垂眼的幸运之人，非陆统领莫属了。一个是9星上将，一个是禁军统领，看来陆统领才配得上楚将。我楚灵溪择婿，一不看官爵，二不看世家，只有拔出此剑，才能入我楚家的门。既然陆统领想试，那就请吧。今天呀，这楚家的女婿我坐定了。要拔仙剑，必有先例。一群弱鸡废狗，拔到死也见不到仙剑寸点寒光。哼！谁在骂本统领？给我滚出来！一个小小的军事长，手下不过100余人，也敢妄称统领，哼，真是恬不知耻！萧家奴隶李通天，李通天，你的命真是够硬的呀，这都没死。小子，谁让你来的？睁开你的狗眼瞧瞧，这种地方是你一个奴隶能来的吗？他是你萧家的奴隶。楚将息怒，当年家主犯了糊涂，把这奴隶捡回家，还和清末订了婚约。但老身我不认这门亲事，我从来没把他当作是我萧家的人。正所谓凤不与雀居，今日我萧清末当着诸位权贵的面宣布，与他李通天退婚。对，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一个低贱的奴隶，这婚早就该退。他李通天与我萧家再无关系，楚家要怎么对他，我萧家绝不插手。我本将心对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本想看在萧天寿与我有恩的份上，许你们萧家一世荣耀，但你萧清末鼠目寸光，那我就送你们萧家一纸休书。老太君，你额头上，我额头怎么了？哎呀，清末，你的额头上有字。乔少、陆少，你们怎么？
李通天，你敢耍我们？耍的就是你们！既然你们接不住本尊赐予的荣耀，那就准备被本尊狠狠地踩在脚下。一世荣耀踩在脚底，你一个奴隶能给谁荣耀？能把谁踩在脚底？你，还有你们所有人！龙国之内，除了国主，只有通天圣主才能压南域战神与九星战将一头。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？通天圣主吗？还想将战神府踩在脚底？哼，真是笑话！看来你老眼未瞎，还能辨得真神。没错，本尊正是通天圣主。哎呀，没有镜子还没有尿嘛！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看看你哪儿长得像通天圣主。通天圣主远在上清宫，威严不可侵犯。李通天，你敢冒犯通天圣主，今日必死难饶！奴隶无知，本将不屑与你计较，跪下叩头，饶你不死。一个小小的战神府，一个不上台面的九星战将，让本尊下跪，你们命薄，受不起。不跪即死，鬼煞何在？鬼煞大人可是战神甲等战将，李通天，你就等着被鬼煞大人活撕了吧！萧家奴隶冒犯战神府，辱通天圣主威严，鬼煞劈了他！用的东西，连个奴隶都打不过，死不足惜。来人，把尸体给我拖下去！楚灵犀，你今日为这些奸人出头，你楚氏战神之家的100年荣耀必将荡然无存。我楚家有通天圣主亲赐戮仙剑，戮仙剑在此，楚氏荣耀永存。那我就拔了你的戮仙剑，斩破你的幻想，踏碎你楚氏最后的荣光。原来是想拔出戮仙剑，成为我楚家贵婿，鱼跃龙门一步登天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一个奴隶，别说拔剑，就是靠近3步之内，都是对神剑的侮辱。哼，原来你也是冲着楚家拔剑择婿来的，可惜呀，奴隶之身你不配。你那一身蛮力，拉车还行，想拔剑，做梦呢你！我这双手纵有撼动万金之力，都拔不出神剑分毫。你一个废物，赶紧打消拔神剑的想法吧！有眼无珠，不识真身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好了！这怎么回事？戮仙剑从来没有这样异常过。你楚灵犀要拔剑择婿，我不感兴趣，但是我可以满足你们想要见识神剑真身的虚荣。这戮仙剑在南域楚家3年都没有人能拔出来，他这个奴隶怎么会？他真的拔出了一寸戮仙剑，拔出1寸而已。本将军绝不相信他能拔出争霸剑来。是了，戮仙剑出鞘！戮仙剑出鞘！我这双撼动万金之力的手都拔不出来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我不会是眼花了吧？拔出神剑的人居然是他！难道今天楚家择婿摘得桂冠拔得头筹的人就是他？
陆仙剑出鞘一血，我李通天一拔，你待如何？你想如何？你敢做我楚灵溪的男人吗？你，楚灵溪，剑我已拔出，但是妄想让我做你的男人，成为你楚家的女婿，你不配。你一个低贱的奴隶，就算碰巧拔出了神剑，你也没资格说我不配。奴隶的身份没有资格说，那通天圣主的身份有没有资格说不配？小子，你就是靠一身蛮力把剑拔出来了，真当自己是通天圣主了？别白日做梦了！大会开始前，楚将已经说得明白，是能够拔出剑的世家公子，而不是你这种连饭都吃不起的下等人。别装了，我看你就是想以退为进，激楚将信守拔剑择婿的规则，好让你进楚家的大门。你真以为拔出了这剑就可以喷上战神之家这个高枝了吗？鱼还能一跃龙门，可虫不行。奴隶这辈子只能当奴隶。虽然你不配进我楚家的门儿，但是看在你能拔出神剑的份上，我还是愿意给你些犒赏。来人！交出神剑，拿上你的犒赏，滚！你战神府的棺材本，我可不要，要剑自己来拿。小子，你好狂妄！敢挑战战神府的威严，今天我就用陆仙剑要了你的命！能死在陆仙剑下，也是你这辈子的无上荣光。连剑都拿不起来，你拿什么要我的命啊？这陆仙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？楚将，您退后，让我来。哼，瞧瞧，这种拼力气的活儿，还是我来吧。李通天，你对陆仙剑做了什么手脚？不是我动手脚，而是仙剑任主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拿得起此剑。陆仙剑是我战神府的镇府之宝，你个脏手，手下再碰他一下！你说陆仙剑是你楚家的藏品，那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应你。剑是死物，不是人畜，岂能听懂人话？李通天，你是在耍我吗？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我叫他一声，他必应答。你敢赌吗？李通天，你居然说一把剑能听懂人话，你是急傻了还是气疯了？小子，你要是能让神剑听你的话，老婆子我以后见你一次跪你一次。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我李通天绝不让你失望。你若是做得到，我9星上将的位置给你做；你若做不到，我让你人头落地。一个小小的战将之位，我不感兴趣，但是让你这种无德无信之人继续高坐将位，是我龙国百姓之爱，是我上清宫人失职。上清宫，陆仙听令，本尊在此，还不拜主，更待何时？神剑竟然真的动了！难道神剑真能听懂他的号令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他耍了什么把戏。刚才是把戏，那现在，陆仙，起！拜见通天圣主！拜见通天圣主！拜见通天圣主！神
神剑绕周身，一拳一叩首，这是认主？怎么可能？陆仙剑怎么会向一个奴隶认主？神剑怎么会听一个奴隶的号令呢？能让神剑俯首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不相信一个奴隶能号令神剑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蛮力皆有，神力天赐，区蛮力也敢跟神力比肩，不自量力。能号令陆仙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还要说多少遍？本尊就是陆仙剑的主人，上清宫之首，通天圣主。你真的是通天圣主？你说过，再见本尊，一剑一魂。你说过，让出9星战将阵。现在，你们的要求，本尊一概受制。我战神府以圣主为尊，今日楚灵溪遵圣主令，摘将星。楚将，不能信他，他在我萧家3年，他是个什么货色？我难道不清楚吗？没错，你不要被他唬住。圣主身份尊贵，享尽荣华，怎么会来到我们萧家吃糠宴席呢？神剑远离圣主3年，一时认错了主，也不是什么怪事。多找些人来拔剑，我相信一定有人能拔出这圣剑。乔少说的没错，一定是神剑认错了人。李通天，把剑放下！楚灵溪，现在收手，本尊只罚你一笔，再执迷不悟，必赔上你处世100年足运。我楚灵溪今日对你宁错不放。你若真是圣主，来日我亲临上清宫请罪；你若不是，我让你血溅3尺。小子，听见了吗？把剑放下！我再说一遍，把剑放下！无知鼠辈！本尊位与天齐，区人力也敢撼天，找死！我9星战将有天罡煞气护体，就算是连我父神一般的高手都不能一击伤我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战神之力弱如蝼蚁，岂可跟本尊天赐神力相比？楚家是南域的天，你敢打伤楚将，楚将一声令下，你绝不会活着走出南域。别说区南域，放眼整个龙国，我李通天的前行之路，谁人敢拦？南荒武圣临战神之家，贺灵溪上将择婿。哈哈，小子，武圣大人到了，冒充圣主打伤楚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就是那位实力和地位与南域战神齐肩的南荒武圣。没错，今天有武圣坐镇战神府，看你还能掀起什么风浪。一个被我叫过来送死的南荒武圣，又成不了什么气候，你们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上清宫传旨，通天圣主驾临战神府，唤我来迎圣主大驾。圣主在哪儿？武圣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里哪有什么圣主啊？圣主大人，圣主降临，陆长风接驾来迟，请圣主降罪。既然知道有罪，那就跪着，别起来了。武圣大人，您怎么给他跪下了？他不是圣主。闭嘴！陆仙神剑傍身，伟岸雄姿英发，除了圣主，谁还能有如此气魄？武圣大人，您见过圣主的真容？陆某福薄，未曾见过圣主真容，不过倒是见过圣主提剑背影，气宇不凡，世间罕见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到底是南荒武圣，不似这群土鸡瓦狗一般有眼无珠。武圣大人，您认错了，他就是一个被萧家圈养了3年的奴隶，大闹战神府抢了陆仙剑，只不过提剑背影与圣主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对，我可以用萧家名声担保，他绝不是圣主。自你掌权，萧家的名声早已烂透，你的保证一文不值。
小子，你敢冒充圣主骗我武圣下跪？今天我要劈了你！南皇武圣亲自动手，必然不同凡响。李通天，你死定了！武圣动刀，世间罕见，能亲眼目睹这趟南域之行，终生难忘，终生难忘啊！武圣小心，这小子有些本事，能一招伤我，切不可大意。在龙国，能接住我一刀的屈指可数，他一个奴隶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能两指断我武圣刀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真的已经说烦了。对武圣大人不敬是扎头大罪，百死难赎，百死难赎啊！你敢动武圣大人分毫，我战神府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楚莲溪，你真是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上清宫云霄大护法到！上清宫云霄大护法，那可是圣主身旁一品高手，就无心治不住你李通天。护法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这小子冒充圣主，大闹战神府，有辱圣主威名，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处是9星战将楚灵溪，拔剑选婿，通天圣主赐礼，待上清宫来贺。通天圣主亲自备礼，这等殊荣，龙国之内独一无二啊！能得通天圣主看中，楚家日后飞黄腾达，更上一层楼，指日可待呀！好啊好啊，咱们只要攀上了楚家这高枝儿，以后说不定能受到圣主的重视，一步登天呐！楚灵溪还不跪接圣主厚礼，叩谢天恩。楚灵溪接礼，叩谢圣主天恩。处事师德，有为正道，圣主口谕，特赐罪碑一座，处事妇女当背负罪碑，往上清宫请罪，以平天人之怒。罪碑？护法大人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楚家人恪尽职守，圣主怎么会赐一座罪碑呢？本尊亲自为你楚家挑选的贺礼，错不了。上清宫护法云霄拜见通天圣主，恭请圣主登天尊宝座。既然龙椅之下的李通天不能让你们敬畏，那就让龙椅之上的通天圣主让你们胆寒。那可是通天圣主的玉座，是你的座吗？滚下！再敢有辱圣主威严，本护法将你凌迟祭天！护法大人，您认错了，他就是长得有点像圣主，是假冒的。你当本护法也像你们一样有眼无珠，不认圣主吗？我早就该想到，能双指断我武圣刀，当今龙国只有圣主一人，他就是通天圣主。南荒武圣陆藏风冒犯圣主，请圣主降罪。什么？他竟然真的是通天圣主？那我与他退婚，岂不是自断了继承天后之路？完了完了！开罪的通天圣主，我小脚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呀！看来众人沉睡，唯武圣独醒。怎么？难道要本尊一个一个的叫醒你们吗？属下楚灵溪拜见通天圣主。拜见通天圣主！拜见通天圣主！拜见通天圣主！陆藏风，今日你跪倒在我李通天的脚下，你的新主子无道杀神，知道吧？哪有什么无道杀神？陆藏风只忠于圣主一人。本尊虽沉寂3年，却为龙为下。
你伙同杀神勾结东岛，叛乱龙国，仅此一条大罪，本尊今日就要定你死刑，要你狗命，你认不认？我乃国主亲封武圣，没有国主下旨给我定罪，谁也不能给我定罪。陆仙剑审判天下罪名，没有本尊定不了的罪，没有本尊杀不了的人。无国主降旨，没敬告上天，你通天圣主杀人就是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。陆仙剑从不杀无辜之人，我给你3次机会，再不认罪，剑鸣1声，蚀骨之痛；剑鸣3声，脑浆崩裂，天人难医。本尊问你，背刺本尊，勾结东岛，投靠杀神，你认不认？我不认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通天圣主违背国法，背逆正道，以权欺人，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吗？祸国殃民，乱臣贼子，也配谈国法，也配谈正道？你还有2次机会，认还是不认？我不认。李通天，我被国主招揽，即将与公主完婚，成为龙国驸马，皇亲国戚，没有国主法旨，你不能杀我！什么？武圣大人居然要成为国主的驸马爷了？早就听说武圣大人得国主器重，有意提拔，没想到是迎娶公主当驸马呀！圣主大人，国主的面子比天大，您还是手下留情吧。成为驸马，我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敢动我，就是与国主作对，与龙国抗衡。与国主作对怎么样？与龙国抗衡又怎么样？天子犯法，上与庶民得罪，更何况是你，不仗人势的东西！圣主大人，你与上京宫同为国主效力，可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与国主伤了和气啊！小事，和气？如果勾结外敌，叛国作乱也能逃脱制裁，那龙国法度留之何用？皇亲国戚在龙国法度之外，就算是国主也没有资格杀我，你更没有资格动我。圣主，万不可冲动擅自动刑，杀了武圣必定会迁怒国主。武圣大人该判何罪，还是交由国主定夺吧。国主杀得了的人，我能杀；国主杀不了的人，我也能杀。先斩后奏，人权天授，这就是我通天圣主。武圣大人死了，他把武圣大人给杀了。武圣大人死在了南域，国主动怒，我战神府必将大难临头啊！不等国主动怒，今日本尊亲临，你战神府已经是大难临头。不识圣主真身，是我一人之错，与楚家旁人无关，求圣主不要迁怒战神府。本尊以陆仙剑镇守南域，你楚家却将其私藏，也是你一人之过。未得本尊应允，擅自与陆仙剑择婿，其罪为一。本尊赐你楚家罪碑一座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你楚家身兼镇守南域之重责，陆苍风叛国，你楚家竟丝毫不知，其罪为二。今日本尊褫夺你楚氏战神之家的封号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你身为堂堂9星上将，两眼不变中间，德不配位，其罪为3。今日本尊褫夺你上将殊荣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今日龙国9星上将之列，你楚灵犀、楚明。陆仙剑已重归本尊之手。云霄，绝仙剑的下落查到了吗？属下查明，绝仙剑现在西境藏兵谷。传令，启程藏兵谷。通天，等等，我……你叫我什么？
我叫你通天呀。你叫我什么？我是你未婚妻，我叫你通天有什么问题吗？圣主明慧也是你一个普通人可以称呼的吗？萧清墨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叫我什么？圣主大人。萧清墨，你本有机会一步登天，成为圣主天后，统御天下女子，是你自己放弃了凤舞9天的机会。圣主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这回我不退了。有些机会这辈子只有一次，错过了就等下辈子吧。圣主大人，清墨不懂事儿，您就看在家主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要不是念及当年萧天寿搭救之恩，今日你萧家的所作所为，本尊早已送尔等登天。圣主大人，我们现在都知道您的身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对您不敬了。本尊要的不只有你们的敬畏，还有你们的恐惧。听说有人大闹我战神府，还抢走了鹿仙剑，人呢？传臣子！战神大人，带走鹿仙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通天圣主。您回来晚了，圣主已经走了。通天圣主？不可能！圣主已经失踪3年，音讯杳无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南域呢？千真万确，他还出手打死了即将成为国主驸马的武圣大人，擅杀驸马，骄误国主。圣主绝不会做出如此没有分寸的事情。况且，若真是圣主回归，肯定会第一时间召见我们4境战神的。这么说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李通天这个奴隶，果真是在冒充圣主。敢冒充圣主，在我战神府抢夺神剑，不把他碎尸万段，我南域战神威严何在？颜面何存？李通天在哪呢？他在哪儿？他要去西境藏冰谷。对了，他还说去藏冰谷要找另一把神剑，绝仙剑。武圣之死，传信天都，报于国主。咱们就去西境藏冰谷，我要亲手拧掉那个奴隶的脑袋！警报！警报！百家不明身份战机闯入西境，全线进入1级戒备，全面戒备。藏冰谷乃我龙国西境第1关，要闯西境必先过藏冰谷。我等誓言，戎马必生，守卫西境。今日就算粉身碎骨，也绝不能让对方踏入我藏冰谷半步。是。圣主，今日藏冰谷镇守秦乌兰召开神剑择主大会，只要能令神剑觉醒，不论身份高低贵贱，都可成为神剑之主。哼，一群蛇鼠之辈，谁敢沾染神剑威严，本尊就用他的血祭剑。圣主，此次战机降临藏冰谷，西线全线震荡，30万西境大军已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西境战神唐福生更是在赶来的路上，是否需要以上清公之名与西境守军沟通？不，本尊沉寂3年，物是人非，就连本尊拿来镇守西境的神剑，都有人敢另寻真主。本尊突然驾临，就是想看看还有多少人忠于本尊，还有多少人眼里有我这个通天圣主。来者止步！西境重地藏冰谷，擅入者少射。开！我乃西境战神唐福生，奉命镇守西境。前方乃我西境第1关藏冰谷，生人勿近，胆敢强行闯入者死！大胆唐福生，圣主驾临，还不跪拜？圣主，哼！闯我西境，伤我战神，诸位袍泽，粉身碎骨，护我西境！粉身碎骨，护我西境！杀！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，还有谁敢拦我？我乃西境战神，护卫龙国职责所在，宁死不从。你若想强行闯入这藏冰谷，可以，
从我等的尸体上踏去！宁死不退！西境战神唐福生，3年前血战八国黄兵，第一战你苦战力竭，双目被毁，是本尊把你从死人堆里扛了出来，命鬼医给你治疗，移植双目，你才得以重见光明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是大胆唐福生，你曾数次请愿求见通天圣主，如今圣主就在你面前，还不跪下？圣主，属下唐福生拜见圣主。拜见通天圣主！拜见通天圣主！属下3年前双目失明，未曾见圣主真容，今日冒犯圣主，还请圣主降罪。你心系龙国安危，对本尊出手，本尊不予降罪。但另有一事，你唐福生难逃罪责。属下不知圣主所指何事，还请圣主明示。本尊问你，本尊的正道法器绝仙剑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本尊将绝仙剑投于藏兵谷，镇守西境。如今却被西境镇守秦乌兰重新择主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身为战神，明知神剑择主有违本尊圣令，却不加以阻拦，本尊罚你，你认不认？圣主降罪，属下不敢不认。可属下有话要说。说。圣主不知，藏兵谷镇守秦乌兰专横无道，他为神剑择主，属下拦不住他。龙国官制，战神1品，镇守2品。你堂堂一个1品大员，镇不住他一个2品官吗？秦乌兰是龙国国师秦学策的儿子，有国师支持他，反对他的人都已经成了刀下鬼。我已经被架空了。他虽然是2品官，但在这西境，他却是说一不二的王。敢在西境残害忠良，称王称霸，他秦乌兰是要背叛国主，祸乱龙国吗？看来本尊今日不仅要夺剑，还要杀人，立威。圣主不可，国师势大，连国主都要让他3分。要是杀了秦乌兰，恐遭国师报复呀！国主的驸马我都敢杀，区区国师还入不了我李通天的眼，叫我惧他，更是天方夜谭。圣主三思，杀了陆藏风，已让国主不满，再树国师为敌，怕是要招致整个龙国针对。我李通天嫉恶如仇，乱臣贼子，见1杀1，见2杀双。秦乌兰的命我要定了，人若拦我，我便杀人；国若拦我，我便灭国。通天一怒，伏尸千里，这西境的天要塌了呀！圣主已经消失3年，生死未知，但是神剑不可永世无主，总要有人接替圣主驾驭神剑，守护龙国。今日本镇守举行神剑择主大会，诸位以血祭剑，谁能令神剑觉醒，谁就是他的新主人。哈哈哈！我来，我天坛生于武道世家，筋骨奇特，八脉俱通，驾驭神剑，非我莫属。只有修为达到大成境的人，才有资格触碰神剑。连大成境都没达到的废人，也敢来参加神剑择主大会？滚！果然，只有强者才配做神剑的主人。一群蠢货还想驾驭神剑，痴人说梦，只是想借你们的血觉醒神剑而已。只有我才配做神剑的主人。我陆孤城自认为命中不凡，也想来试一试。成了，神剑觉醒了，天注定我就是神剑的主人。神剑动怒，看来你成不了他的主人。我不相信，一群鸡鸣狗盗之辈，还妄想做神剑之主。殊不知，神剑天威之下，尔等皆为蝼蚁。绝仙剑
乃本尊正道法器，岂会认你们这些鼠辈为主？你就是那个大闹战神府、杀了武圣人的李通天。武圣该死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本尊杀他，乃是为国为民，顺应天意。好啊，到了西境前镇守的地盘，你还这么狂，这次看你怎么死！普天之下皆为王土，什么时候这西境成了他秦无兰的地盘了？当今龙国，我秦家一任国师，一任镇守，国主之下，我秦家最大。龙国半数国运都掌握在我秦家的手里，西境自然唯我秦无兰称王。乱臣贼子，祸乱龙国。看来杀了一个武圣还不足以震慑朝纲，今日还要再杀一个镇守。李通天，你还当你是通天圣主吗？你的身份早就被我们识破了。你也就是在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圣主的人面前装一装，等南域战神到了，让你原形毕露。没错，南域战神即刻就到。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藏兵谷！今天休想活着离开藏兵谷的是你们！好狂的口气，2次3番，兴风作浪。今天本战神要将你碎尸万段，凌迟祭天。楚震天，你终于来了，本尊等你多时了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冒充通天圣主！战神大人，你可得啰嗦什么呀？直接一剑让他脑袋落地！战神大人，他在战神府杀了驸马已是死罪，你杀了他才能向国主交差啊！杀了他，提着他的脑袋去上仙宫，您就是铲除辱没圣主威严之人，大功一件啊！小子，转过身来，本战神要看看你到底是一副什么嘴脸，胆敢冒充通天圣主！楚震天，你南域战神的殊荣是本尊给的，你就这么跟本尊说话吗？啊，圣主！什么？圣主？他居然是圣主！楚震天，你要将本尊碎尸万段，凌迟处死啊！圣主息怒，属下不敢。武圣陆藏风，身居高位，不思报国，勾结东党，被主叛国。本尊问你，该不该杀？该杀！他秦无兰目中无主，西境称王，此举倒行逆施，被主叛国。本尊问你，该不该杀？该杀！你楚家一个南域战神，一个9星上将，黑白不分，助纣为虐，当不当罚？当罚！南域战神楚震天冒犯圣主天威，请圣主责罚。知道有罪，就滚回你的战神府，自领80军棍，思过反省。没有本尊命令，不得踏出战神府半步。谢圣主不杀之恩。滚！他却真的是通天圣主，那我今日为他的神剑择主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完了完了，连南域战神都对他跪地俯首，我萧家这次惹了大麻烦了。完了，我乔家100年富贵荣光，今天要折在我身上了。圣主，属下今日再犯龙颜，罪责难逃，愿回战神府自罚自过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你的罪责楚震天替你担了。本尊要你回去，告诉南域王侯63人，今日本尊代行国法，要他秦无兰血洒藏兵谷，给所有人一个警示：胆敢再犯国法者，秦无兰就是他们的下场。是。李通天，你是通天圣主又如何？现在龙国半数天下已经是秦，早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时候了。我通天圣主从未只手遮天，因为我就是天。秦无兰，你为本尊神剑择主，如此兴师动众，
本尊若不送你一份大礼，怎对得起你独霸神剑花费的这些心思？礼？上清宫大护法云霄何在？通天圣主以3尺白绫赐西境镇守秦无兰赴死，秦无兰还不跪地接礼，叩谢圣主浩荡天恩。秦无兰还不跪地接礼，叩谢圣主浩荡天恩。秦无兰，你悖逆正道，天怒人怨。本尊念及你国师府颜面，特以3尺白绫赐你一死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老天都收不了我的命，你更不可能。这礼我不接。圣主赐礼，无人敢拒，纵然是死也得接受。你敢拒接，本护法亲手要你的命！云霄，退下！祸国殃民者，本尊亲自送他上路。你费尽心机觉醒神剑，据为己有。本尊今日就用绝仙剑杀你，要你弥留世间最后一眼，见证神剑光辉。绝仙剑，醒来！他不是圣主吗？这神剑怎么不听他的号令啊？就算他不是神剑的主人，那应该有所反应，天上降一道天雷才对啊！李通天，看见没有？你消失3年，这个世道已经变了，连绝仙剑都已经不认你了。世道可变，人心可变，绝仙忠心绝不会变。秦无兰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过本尊这双法眼。李通天，你竟然敢把绝仙剑给断了！他居然把仙剑折断了！绝仙剑乃天下神兵利器之首，无坚不摧，无往不利，没有人能将其折断。它根本不是绝仙剑。什么？绝仙剑是假的？这么说，我们都被秦镇守给骗了？胡说八道！明明是神剑不再认你为主，你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别人得到，所以就毁了神剑。堂堂通天圣主，就这点胸襟度量，还敢妄称圣主2字？呸！通天圣主怎么这样？他怎么这样啊？宁可毁了也不给别人。圣主这样的人物，怎么一副小肚鸡肠？对呀，怎么这样子呀？是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好了！真正的绝仙剑在这儿。绝仙剑还不醒来，更待何时？圣主亲临，绝仙归位。秦无兰，跪地受死！李通天，我告诉你，我爹当今国师马上就到，你杀不了我。今日是本尊审判你，绝仙剑杀你，谁来都护不住你。仙剑一怒，力重万斤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硬骨头能撑多久。你秦无兰将死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李通天，你要是敢杀我，国师府下100万雄兵必将踏遍你上清宫，还有你们豪门权贵坐视不理，都得死！圣主大人，秦镇守是国师大人的独子，你杀了他，国师会把龙国的天捅翻的。对，圣主大人，您三思！龙国的天塌下来，由我李通天顶着。今日他秦无兰必须死！快住手！李通天，国师托我给你带句话，敢动秦镇守，国师府必定与你血拼到底。李通天，听到没有？国师府你惹不起。国师府人数虽众，于本尊眼中不过插标卖首。今日他秦无兰的命我要定了，国师也拦不住我说的。
西境镇守秦乌兰，知法犯法，霸地为王，草菅人命，两大罪行，罪罪皆死。你认不认？没有人的什么，你也一样。我秦乌兰不认。热死我了！李通天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绝仙剑，火烧天下罪恶；剑鸣一声，烈火灼身；剑鸣2声，去骨消极；剑鸣3声，灰飞烟灭。你还有2次机会，认还是不认？我不认。李通天，你想好了？你真的要与国师为敌吗？他秦玄策教子荒，我替他管教儿子，何谈与他国师为敌啊？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本尊赐你死罪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李通天，我会在地狱等你。镇守大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别再激怒圣主了，赶快给圣主服个软，求他放过你呀！镇守大人，先把罪名认下来，等国师大人到了，好替你说情啊！今日纵然是国主亲临，也动摇不了我杀人之心。李通天，秦镇守是国主亲封的西境镇守，官居2品，就算犯了死罪，那也要详述罪状，奏报国主，请赐一道赐圣旨。没有国主降旨，你敢滥动私刑，这难道不是无视国主、藐视国法之大罪吗？大胆阻挠圣主铲除奸恶，无视国主，蔑视国法，是你们。好，你们要国法，本尊就给你们国法；你们要圣旨，本尊就赐你们一道圣旨。你们要的圣旨到。骆驼梁，这上清宫和国师府算是彻底斗上了。依你看，咱们该站哪边？据我所知，国主更宠幸国师，我看国师府胜的几率比较大，咱们站国师府这边。李通天，你这圣旨，我九门提督不认。我陆孤城官职再小，也知圣旨威严不容冒犯。这道旨，我禁军统领陆孤城不认。我云城第一世家萧氏不认。对，不认。对，我乔氏不认。不认，不认，不认，不认。看到了吧，李通天，你是斗不过我国师府的。圣旨，你们可以不认，他秦无兰的命，我不能不要。李通天，我发誓效忠国师，你也要动秦镇守，那就先要过了我九门提督这一关。小小提督也敢与圣主抗衡，不知死活！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本尊说话。云霄，退下。他要挑战天威，那本尊就给他一个机会。我自知不敌你李通天，但今日长者虽死，提督英名千古长存。你身为九门提督，不效忠国主，却拜倒在国师府的脚下，你到底是龙国的臣子，还是他国师府的家奴啊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国师重用我，我必效忠国师。一意孤行，不做忠良，纵然一死，后世百代，你只会留下一个万人唾骂的名声。九门提督，劈了他！长子，你既以刀法成名，那本尊就站在这里让你一刀。你若能伤我半毫，秦无兰你带走；你若一招伤不了本尊，那你的命本尊也要了。你自己找死！啊！金钟护体！
苦练20年刀法，没想到竟然没有伤到你分毫。邪不胜正，就算你苦练100年，不思正道，也终究会一败涂地。死了！九门提督大人也死了！通天，你竟然杀了9门提督！我国师府和你不死不休！待你死后，你国师府下场自会有人明书记信，叫你知晓。我看谁敢动我亲爷子的儿子！国师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！通天圣主执意要杀秦镇守，我们拦不住啊！提督大人阻拦被杀，现在也只有您能劝圣主大人手下留情啊！爹，你总算来了，你要是再不来，就要给我收尸了。通天圣主，我国师府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对我儿子下手如此狠，他秦无兰作奸犯科，罪行累累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所以，我国师府的人所行之事，已得到了国主默许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插手我们国师府的事情？国主默许，我没答应。国主不行国法，我李通天行之。李通天，你要做什么？送你上路。儿子！爹，替我报仇！李通天，你杀我儿子，断我秦家的香火，我国师府绝不和你相容，我们必有一死。国师府与上清宫相比，既是土鸡瓦狗，要与上清宫抗衡，还差得远。我李通天最不怕的就是一个死字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他刚杀了镇守，现在又要杀国师吗？他这是要把秦家连根拔除啊！圣主大人，既杀了镇守，可不能再对国师下手啊！国师乃镇国柱石，国师出事，半个龙国都要乱了。李通天，你敢赌上龙国的半数国运，杀了我吗？天下万事，没有我李通天不敢做的。我不杀你，不是怕你，是念及你前半生也曾为官清廉，造福一方。本尊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国师大人，圣主已经退一步，你也退一步吧。本尊从不知何为退让。本尊念他公瑾，给他机会，如今数他罪行，还要他3跪9叩，赎过谢罪。李通天，我乃国师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让我给你3跪9叩，你妄想？我以通天圣主的身份让你3跪9叩，不是跟你商量，而是要你必须做。国师身份不同寻常，3跪9叩有失国礼，有失体面呀。对，要不让国师府几个下人来磕，您要磕多少就让他们磕多少。他高高在上，视万物为刍狗，知罪不改，不折腰不屈膝，才是有失国礼，有失体面。我说了，要他3跪9叩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今日杀子之仇，跪地之辱，他日实为让你复婚。他日你若能凌驾我通天圣主天威之上，我100倍还你。身为国师，不思强国，争权夺利，结党营私，这一跪是要你向龙国谢罪。我对龙国有功，无罪无愧。圣主大人，你在云辰3年，今日国师动怒，必定牵连玉臣，牵连萧家，就你手下留情啊！国师这一跪，就算有天大的罪行，也该了结了吧？快放了国师吧！放，还没到时候。身为父母官，不思造福黎民百姓，纵容儿子霸地称王，这一跪是要你向万千黎民谢罪。一群贱民，国师府赐其温饱，要其臣服，何罪之有？国师说的没错，天下百姓共享国师府的福泽呀！你们尸位素餐者，代表不了龙国百姓。本尊当年拼死抵御黄兵，护卫龙国，保全尔等性命。你恩将仇报，要举大兵抗衡本尊，
这一跪是要你向本尊谢罪。你一介武夫，以身护国，职责所在，就算是你死在沙场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国师说的对，为龙国效力，怎么处处邀功呢？圣主功在当下，力过千秋，功劳古今可凭榜首，已无人能为圣主自贡。陛下，与鼠辈争论有何意义？国师已经3叩首，谢罪天下了。乱臣贼子的血也已经流遍西境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圣主要去哪里？剑仙剑现在何处？东海地海城镇守至尊王座。至尊王座，当年8国皇兵自海上而来，破东海地海城后南下，连破7城16关，直逼天都，危及国主帝王之位。国主特赦至尊王座，昭告天下，谁能挫败皇兵，护龙国安危，可登至尊王座，与国主齐肩，秉承2圣，共享皇权。当今天下，除了圣主，再无人有资格坐上至尊王座，再无人有资格可成圣人。王座、圣人，这些虚名就留给这些人吧。本尊要的只有现仙剑。国师大人，怎么样？死不了，去找杀神祭无道，告诉他，让他到东海、地海城等我。若他想坐上至尊王座，想成龙国第2圣人，就让他来见我。圣主为何突然停下？我突然想到，他秦玄策能做到如今高位，靠的不只是阿谀奉承，还有他阴鸷毒辣的手段。圣主是担心秦玄策暗中下手。他若对我下手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我担心的是，他对我的家人下手。云霄，你即刻赶往绛省，把我的父母接到地海城去。诺。3日后，地海城城主慕容庭设宴，贺60大寿。他慕容庭能有今天，全靠本尊一手提拔。可他蛇鼠两端，本尊不过沉寂3年，就拜倒在国师门下。看来此去地海城，我要清理门户了。他要贺寿，那本尊就赐他一场血色寿宴。城主，龙国权贵为您贺寿者已至城外，请客入城。哈哈哈！小小寿臣能劳众位龙国栋梁亲自来贺，慕容庭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呐！慕容城主乃是国师府的左右手，龙国重臣，我们能来地海城为您祝寿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陆氏献上和氏璧1块，祝慕容城主寿元无疆。陆统领有心了。余臣萧氏、乔氏和县平安如意瓶1对，恭祝慕容城主春临无尽，福寿绵长。元朝毗邻东海，这日后我乔萧2家还靠慕容城主多多关照。哈哈哈！好说好说。国师协礼，临地海城贺慕容城主寿辰。慕容城主啊，你好大的面子，连国师都亲自来了。哎呀，当今龙国除了国主，也只有慕容城主能让国师赏脸，亲自到现场来呀。国师大人，小小寿臣劳您亲自到来，此等大恩，慕容庭受不起，受不起呀！本国师不亲自来，你慕容庭怎么能收到一步登天的大礼？一步登天？你不是一直不满做东海城的城主，而是想做整个东海的王吗？还是城主有面子呀！面子呀！国主圣旨，单手铁券，这可是我龙国至高无上的荣誉呀！还有战神剑、战神勋章，难道国师大人送给慕容城主的大礼是？
国主降职，地海城城主慕容庭接旨。奉天承运，国主诏曰：原东海战神，年老无功，国主恩赐良田100亩，许其告老还乡。然东海不可一日无主，国主慎思。慕容庭镇守地海城，战功赫赫，劳苦功高，特赐封新任东海战神。钦此。慕容庭，本国师在国主面前为你讨的寿礼，怎么样？国师大恩啊！我慕容庭愿为国师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，此生绝无二心。慕容城主荣升东海战神，这以后慕容家就是东海的王了。何止东海，龙国4境，东海1境，唯你慕容庭独尊。谢国师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信仙剑在此处3年，从未有过异动，除非是那位回来了。4境战神皆由我上清宫册封，我李通天不同意。纵然国主降职，你慕容庭也做不成东海的王。圣主，慕容庭既知认主，何不下跪？跪！你要是通天圣主，自然跪你。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庶民，让堂堂的战神跪你，凭什么？什么？庶民？国主新令，李通天罔顾国法，欺君罔上，擅杀龙国重臣，褫夺你圣主之位。圣主可是龙国第1功臣，国主当真褫夺了圣主的封号？国主圣谕，本国师亲传。你是在质疑本国师，还是在质疑国主？几个乱臣贼子，你国师府家奴，什么时候能称作是龙国重臣了？本尊顺应天意，承圣主之位，公与天齐与国平。褫夺本尊的封号，国主的资格还不够。你敢凌驾于国主之上，李通天，你大不敬，该死！慕容庭，你身为东海战神，当誓死效忠国主。李通天罪同谋反，当行国法，斩其首，灭其族，你还等什么？国师大人，圣主身份非同一般，若没有国主降旨，不可轻易动手啊！本国师带天子行法，我说的话就是圣旨。慕容庭，你已发誓效死，我现在命令你，以斩国贼之名杀了他！慕容庭，你若回归正途，本尊饶你一命；若是与他秦玄色，蛇鼠一窝，一意孤行，必将万劫不复。慕容庭，你若回归正途，本尊饶你一命；若是与他秦玄色，蛇鼠一窝，一意孤行，必将万劫不复。圣主乃龙国守护，没有国主亲自降旨，就该上罪名，难以服众啊！对呀，对呀！慕容庭，你慕容家后世100年的命运就捏在你的手里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慕容家后世100年必将长寿，谁也不能拦我！慕容庭，现在你们还有谁质疑本国师的话吗？哎呀，国师大人，我们都相信您，您说的话就是国主的意思啊！对，龙国可以没有通天圣主，不能没有国师您啊！我们都是站在您这边的。李通天，看见没有？众望所归，龙国已经不需要你了。你国师能杀1人，堵其嘴，你能杀得了天下所有人，堵住所有人的嘴吗？杀你一个，便人心所向，
天下归一。秦玄策，慕容庭，本尊今日施行国法，铲除国贼，死在献仙剑下，就是你们最后的归宿。献仙剑乃镇国利器，不是你李通天的私物。你已经被褫夺封号，献仙剑已经不属于你了。没错，今日我以东海战神之名赤手神剑，待国主降旨，重新择主。仙剑一生只择一主，岂会跟你这样蛇鼠两端？除本尊之外，仙剑无人可碰。慕容庭，本国师今天待国主降旨，即日起，献仙剑属于你，拿剑杀贼！哎呀，这仙剑重新择主，通天圣主无眼不在，这龙国掌权的大人物要重新洗牌了。仙剑威严，非正道不可触及。一生邪念者，胆敢靠近，10步剑气临体，9步见血生寒，8步断骨之痛，5步长穿肚烂，3步之内剑气爆体，叫你尸骨无存。哼！我守护神剑3年，你这一套吓唬别人去吧。好，既然你要以身试死，本尊就给你个机会。慕容庭，看等什么？拿剑杀贼！龙国的天下有你慕容家的一份儿。就凭他武道修为3流之辈，本尊定你5步之内必死无疑。百年昌盛，位极人臣，我慕容庭斗了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战神大人，你再坚持几步，那神剑就是你的了。今日之后，龙国青史也必将有我慕容庭一笔。5步之内，大限已到，你慕容庭人间除名。慕容城主，没了，没用的东西，连剑都拿不到，还有谁想自不量力，以身试死的？你？不，还是你，还是你秦玄策亲自来？你不会真以为仅凭一把剑就杀得了我吗？我坐镇国师府30年，散财无数，用人无数。愿意为我死者数不胜数，死了一个慕容庭，还有100个、1000个，你杀得完吗？纵然万人，又如何？谢仙殿下斩其手，如砍瓜切菜，谁想死，尽管过来。谢仙归位。4海之内，位于国主期间，可称圣者。唯我李通天一人，至尊之位，也不是你李通天一个人可以高坐；圣人之名，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独撑。对呀，今天来的路上还听说无道杀神要降临地海城啊！无道杀神近些年名声大振，论功论名都丝毫不输给当年的通天圣主。看来他李通天能高坐的位置，能称得圣名，无道杀神也一样可以。无道杀神坐上高位，他掌管的乾坤殿必定会代替上清宫，属于圣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。诛仙4剑齐聚，看来是时候要对杀神低头，乾坤俯首。无道杀神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有人让你俯首，让你在这乾坤殿下低头。哈哈哈哈！好狂的口气呀！
前只听说过杀神的大名，今日见到杀神的真身，果然是杀气浩荡，气整非凡呐！通天圣主，你坐在我的位子上。秦玄策，你身为国师，他姬无道勾结东岛，叛乱龙国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怎样？龙国生养你，国主重用你，百姓信任你，你才能身居高位。可如今你不思国事，反而与叛国贼沆瀣一气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良心早就没有了。我现在只剩这一件事情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所以你就勾结姬无道，来这地海城，想要本尊魂断在至尊王座之上，对吗？没错，杀了我就可以在龙国一手遮天，无道杀神也可以成为龙国新任圣主。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！一副奸人皮囊，也想披圣人之冠。至尊王座，本尊不屑。但若是让你这种人染指，那是我龙国之耻，百姓之祸，本尊绝不允许。李通天，我这3年日夜不歇，修为早已炼之化境，与你一战，鹿死谁手，还尚未可知呢。当年八国皇兵何尝不是如你这般狂妄？可结果如何呢？8国皇兵皆如蝼蚁，岂能和我无道杀神相比？少龌龊，出手吧！本杀神早已迫不及待坐上这至尊王座，接受天下人的敬仰膜拜。那本尊就用这献仙剑除国贼，要你姬无道血洒地海城。李通天，诛仙4剑不是真无敌，世间尚有杀神铁不义。姬无道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庆功宴，杀了他，本国师为你举杯庆功。一个杀神，一个圣主，龙国2大战力天花板的对决，稍有波及，必死无疑啊！停口，大家快停口！快！一剑开天辟地，道理明。2剑3花聚顶，焰无声。3剑擒妖伏怪，任纵横。李通天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4剑养成正道，数无声。若非开得天门，你李通天休想破得了我的杀神铁不义。看拳！实力不错嘛，比狗强多了。姬无道，杀了他！今天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杀神的实力真是恐怖如此，就连通天圣主都抵不过他一拳。当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！这通天圣主的位置也该换人坐了。李通天要是死在这儿，他就回不去云城，找我萧家的麻烦了。李通天，你认命吧！我无道杀神早已是战无不胜的存在了。我李通天要是开得天门，向天借力，你还觉得你是不可战胜的吗？开天门？上次天门大开，乃是在3000年前神人下凡，以神力强开天门。你李通天虽称为圣主，也不过是凡人之躯，这天门你打不开。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何为凡人之躯，必皆神明。剑来！
我李通天，借得满城剑，开得天门，借得神力，杀得你金无道府。可是，一切如同神经。去！我不服啊！在藏兵谷时，我要你三跪天地忏悔；今日我要你人头落地赎罪。你李通天的剑灭得了杀神，不一定能杀得了我国师。本尊一剑可开天门，可杀仙人，更杀得了你这种人世间的妖魔鬼怪。哎，圣主大人，国师大人就是因为丧死之痛一时糊涂，您别和他一般计较啊。哎，对，国师大人，无道杀神已经死了，您就别再激怒圣主了啊。没错。您和圣主都是国主的左膀右臂，你们就各退一步，化干戈为玉帛吧。化干戈为玉帛，我儿子的命是来偿。你儿子的命是命，那些被他害死的人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人分3、6、9等，高低贵贱几个贱民，就当我国师傅花钱买了他们的贱命。神剑之下，众生平等。今日你亲选择，也是一条不值钱的贱命。李通天，杀了我，你的爹娘也活不成。你说什么？我爹娘？哼！李通天，你身居上清宫，却把你的父母留在江城，你可真够孝顺的。你把我爹娘怎么样？你爹醉心古籍，整日埋头书斋；你娘整日盼儿归，秋去冬来，盼花了一双老眼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把我爹娘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吗？放下你通天圣主高高的姿态，跪下，舔本国师的脚底。本国师就告诉你，上清宫云霄大护法到。天下，我爹他……属下无能，赶到江省时，李家已经遭害，伯父遇难，伯母不知所踪。爹，你侄子，女儿是我杀，你要报仇，找我便是。可我爹娘无辜，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手？国师府做事的规矩，一人有罪，祸及满门。说，把我娘葬到哪儿了？杀了，埋了，任何一种能想到的死法都有可能。我只问一遍，不说，我捏碎了你！国主有旨，李通天接旨。是国主圣旨？原来国师早有准备啊！哼，这个时候也只有国主的圣旨能压得住通天圣主了。我李通天接旨。奉天承运，国主诏曰：通天圣主李通天，目无国法，无视君主，擅杀武圣陆藏风，镇守秦无兰一众国之重臣。其心可诛，其罪可灭，本该凌迟处死。念及昔日护国之功，死罪可免，敕夺通天圣主封号，交出诛仙4剑，前往北疆苦寒之地思过，没有圣旨，不得返回。钦此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没想到这句话，有一天会用到我李通天的身上。李通天，国主的意思简单明了，你是打算抗旨，还是接旨？接旨如何？抗旨又如何？接旨，去北疆，虽然苦点儿，可毕竟能保住你一条狗命，不，2条狗命，还有你娘的。抗旨，将是叛国之罪，将诛9族，下场不用我告诉你了吧？
国主昏聩，不便重谏，龙国迟早毁在他手上。一个小小的护法，胆敢辱骂国主！国主不仁，不行正道，骂就骂了，我云霄随性而为，想说便说，大不了血染黄沙路。骂得好！我认他是国主，他可以高高在上；我不认他是国主，他就是一副穿着锦衣华服的臭皮囊。李图天，你要做反，反就反了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杀死我爹，抓走我娘，要我低头就范，就是国主给你出的主意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信任国主，把我的父母安顿在江上，这件事只有我和他知道。如果不是他告诉你，你秦玄策想破脑袋也不会猜到我父母在江上。没错，你李通天手握诛仙4剑，乃龙国一患，要除掉你，必须要先牵制你。可国主忘了，你也忘了，我李通天天生就是一个不会低头的人。不低头，难道连你娘的命你都不要了吗？你就是国主的一条狗，没有国主下令，你决定不了任何人的生死。换句话说，就算我现在杀了你，我娘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李通天，你真的要用你娘的命赌一次吗？我李通天是天选之子，天生的赌徒。论赌，我没输过。你是国主宠臣，本尊今日就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不能杀我！圣旨到！国主有旨，通天圣主李通天接旨。文圣亲自传旨，龙国成立至今都没有超过3次，看来国主这次是真的动怒了。一个国师，一个圣主，现在看来尊卑立显，果然国主还是站在国师这边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李通天得罪那么多人，就算国主想袒护他，也护不了了。国主不糊涂，我师父根基深厚，国师才是稳住龙国根基的第一人呐。龙国文圣亲自传旨，不是大赏就是大凶。李通天，你觉得是哪一个？若是赏，本尊不屑；若是凶，没人能动得了本尊。念，我倒是想看看国主还想把我怎么样。李通天，枉你还有圣主之名，跪接圣旨，这点礼数都不懂了吗？圣主地位与国齐见，别说是一道圣旨，就算是国主亲临，也受不起圣主这一跪。文圣大人，权当上清宫是乡野僻俗之地，林园教化，与几个没有教养的人生气，岂不拉低了您的身份，抬高了他们的身份吗？你秦玄策也配提教养？身在朝堂以权谋私，误国误民，骄纵儿子，欺男霸女，强居一方，勾结国贼，借刀杀人，残害忠良，这些就是你秦玄策的教养。李通天，你敢当着文圣大人的面骂我？骂的就是你，老东西！你除了会蒙蔽国主，欺压良善，还会干什么？你秦家世代收将门第，怎么到了你这一代，却没有半点文人正气风骨？对上谄媚巴结，对下仗势欺人，简直人不如狗！住口！无耻老贼！你恶行累累，罄竹难书，龙国百姓无不希望生啖你肉，你还敢在此鼓唇弄舌？本尊今日以天地之名，以万民之愿，行正义之事，讨不义之贼，要你魂断于此！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！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去见历代国主？有何面目去见你秦家世代宗僚宗亲？断臣贼子，你枉活6世有6，半生为官，威力寸骨，对上只会摇尾乞怜，对下助纣为虐，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本尊面前淫淫狂吠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国师死了！你们不是发誓要为他秦玄策效死吗？他死了，
怎么你们还有脸活着？哎，不，我只是带萧家来地海城送寿礼，我们萧家从来没有发誓向国师送死啊！圣主大人，我发誓，国师对您家人做的事儿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啊，对，我们都是来参加慕容城主的寿辰的，和国师不同路。念你们几个伪造杀孽，饶你们一命，再敢胡作非为，定杀不赦。滚！走！通天，国师乃龙国第一重臣，你竟敢擅杀国师！本圣必将号召天下学子对你口诛笔伐，让你上清宫在龙国再无半点立足之地。你睁着双眼却两眼全瞎。圣主不曾动过秦玄策一根汗毛，你凭什么说他秦玄策是圣主所杀？你不过是一小小护法，身份卑劣，本圣人讲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不尊不敬，你上清宫的礼教全是摆设吗？没错，上清宫的礼数就是如此，对亲者敬，仇者憎，我教的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何谓亲者？何谓仇者？难道政见不一致就是仇？言行一致就是亲？世人皆说天下文学共有一旦，你江少年才高无双，独占八斗，居然不知道何为亲，何为仇，真是枉居文圣之位。告诉他，何为我上清宫的亲和仇？无端猜忌、妒贤技能即为仇，袍泽相依、生死相随即为亲。圣旨威严不容侵犯，给我！圣主，国主在圣旨中要您自废7成修为，以玄铁之炼缠身，随文圣去天都请罪，否则您母亲危矣。欺人太甚！如此小人行径，真是枉为国主！不遵圣旨，辱骂国主，你这是要谋反呢？不遵圣旨怎样？辱骂国主又怎样？国主无道，再不行造反之举，就是愚种，是我等忠勇之辈之耻。李通天，今日你若反，你李家这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不义的骂名了。忠义在于心，不在于名。你以为世人都如你江少年人们，沽名钓誉，贪生怕死吗？你说什么？吾乃龙国第一文圣，从未有人敢如此诋毁过本圣。诋毁二字，你也说得出口？你论经讲学，高谈阔论，言沉溺女色为堕落之首，有志者应当尽贤允色。可你建造私邸，养7738人，夜夜笙歌，荒淫无度，你还敢说这是诋毁吗？君子色而不淫，发乎情，止于礼。吾乃赏美，非色鄙。呸！不要脸！你欲享文圣，不思辅国安邦，视为不忠；官居本尊之下，以下对上毫无敬意，视为侮辱。忠孝信悌，礼义廉耻，挂在嘴边，踩在脚下，这就是你的文圣之道。天下文道何止一条？我独开一道，有何不可？独开一道，乃缺德无道之道。没了德行，你怎么配做天下文人学士的榜样？我配不配你说了不算，国主认可，天下士人认可才算。上梁不正，下梁自崴，国主崩溃，才养出你们这么一群尸位素餐之辈。李通天，你这是把上至国主，下至满朝文武都骂了个遍呐！身在其位，不谋其政者，骂只是开始，杀才是结束。啥？李通天，你想干什么呀？难道想
对国师呢？对我？骂死你！太狼狈了。你是文圣，文圣自该有文圣的死法。这不能杀我，还有国师要辅导国主，上还有双亲要养。现在你知道要处理国师了，你死了你知道有双亲要养了。你要早点悔改，何苦会有今天？李同学，你饶了我，你放过我吧！我发誓，从此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。哎呀，也许我应该相信你，但我更应该相信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，就绝不能让你再有害人的机会。今日本尊赐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今日我李通天以9天之雷，请文圣江少年赴死。圣主，今日连杀慕容庭、秦玄策、江尚年3人，这无异于断掉了国主的一条臂膀，只怕今后想与国主和谈难了。道理只存在于拳头之中，只有弱者才会依靠和谈。从国主杀死我爹、抓走我娘的那一刻起，国门之间就没有和平可言。属下不懂，国主为何突然与您交恶？难道就是因为您违背了国主的意思，杀了几个乱臣贼子？乱臣贼子的命他不在乎，他在乎的只有他高高在上的权力和地位。我这个通天圣主，与国主并肩2圣的存在，威胁到了他的王位。国主若知圣主赤诚之心，当知您绝不会反。我会不会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李通天只要造反，就有将他推下王座的资格。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有此国主是圣主之哀，是龙国之悲。国主要的无非是我永世忠心、绝不反叛的保证。他想要，我就给他。走，去天都。天地玄黄，赐将听令。末将在，以本国主之名，下发海捕文书，全国通缉。逆臣李通天。是，要找我，何须大费周折呀？我李通天来了。我李通天对外可杀退黄兵，对内可斩灭杀神。你觉得就他们几个拦得住我吗？你们4个先退下。是。国师、镇守、战神、文武双圣，我所依仗的封疆大吏，被你杀得所剩无几。李通天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国主放在眼里？什么时候乱臣贼子也能叫封疆大吏了？堂堂国主，若是倚仗这种人，龙国必将衰落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谁能保证一辈子都清清白白？只要能抚君，能安民，能除暴，纵然有过，本国主也全当看不见。这是治国之道，你不懂吗？就是因为你的骄纵，才有了国师府今日的无法无天，一权谋利，结党营私。你可以当作看不见，但草菅人命，勾结国贼，你还要当作看不见吗？有功当赏，有罪责罚，如何处置他们，不该由你来决定。治国者，上策攻心，中策多谋，下策杀人。有勇无谋的莽夫才会选择下策。收起你假惺惺的治国之道。为了保住你的国主之位，你苦心钻研制衡之术，宠信那些乱臣贼子，无非是想制衡上清空，制衡我通天圣主，对吗？李通天，你功高盖主，你上清宫人，只治圣主，不治国主，我制衡你有错吗？8年前，救王之乱，争夺国主之位，是我亲率上清宫人
千里秦王将你推上王座，你忘了吗？5年前，天都武将毕恭要你交出国主之位，是我李通天一人一剑击杀叛臣，保住了你国主的威严。你还记得吗？住口！住口！3年前，东岛来犯，8国皇兵直指天都，龙国半壁江山沦陷敌人之手，还是我李通天不惜以命杀敌，杀到外敌不敢侵犯我龙国国土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别说了，住口！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我李通天护国之功无数，可你只记住了我功高盖主，只看到我杀了几个乱臣贼子。权势到底是蒙了你的眼，还是蒙了你的心？立功无数，也不是你不遵循君臣之道的理由。我是君，你是臣，君王的话，臣子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可你又做了些什么？如果君王的话是错误的呢？那我也要无条件遵守吗？没错，君臣之道就是如此。那是你的君臣之道，不是我的。况且我通天圣主，位于国平与天齐，地位不在你国主之下。你的君臣之道与我无用。一国岂能如二主？在龙国，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，王权不容撼动。自古君无戏言，你要一人专权，那当年设下至尊王座，许下龙国2圣的话，是一句空话，一句屁话吗？国主的话一言九鼎，至尊王座，龙国2圣，富贵名声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可唯独权力只能我一个人掌控。原来登上至尊王座和国主并肩2圣只是一个虚名而已。一个虚名也足以让你名利双收，一生无忧。做人当知满足，俗人才会对这些虚名假利所满足。本尊通天圣主要的是天下大同，你要的我给不了你，也没人给得了你。没有人给得了，那我就自己实现。国主之位就应该是有能者得之。李通天，你的野心终于暴露了，你果然要造反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杀死我爹，抓走我娘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应该想到，你我多年的兄弟之情、袍泽之义，早已荡然无存。我只下令抓人，杀死你爹是秦玄策为报丧子之仇擅自做主，与我无关。说得好，好一个与你无关。那我今天在这失手杀了你，是不是也能说一句与我无关啊？我早已经断了你造反的后路，即使是反，你的上清宫也已经孤立无援。东海和北境被你掌握，可南域和西境还在我的手里，你凭什么说我孤立无援？你真当西境南域还以你李通天为尊吗？属下拜见国主。平身。唐福生、楚震天、楚灵犀，你们的荣耀是本尊给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们几个背主忘义，眼中只有国主，没有圣主了？说，为什么？圣主，谋反之罪当诛九族啊！我楚震天一个人的命不值一提，可我不得不顾及我楚家九族的性命啊！他楚震天要顾及九族性命，那你唐福生呢？圣主，唐福生不怕死，可唐家世代忠良，若是背上反叛的罪名，怕是后世百代都要活在世人的唾骂之中。末将斗胆劝圣主以和为贵，大局为重。和为贵，大局为重。那我爹的字怎么算？我娘的下落不明又怎么算？你杀了秦玄策，你爹的仇已经报了，卸甲交兵，
交出诛仙4剑，你娘自会安然无恙。请圣主卸甲交兵。卸甲交兵，那就是任人宰割。我李通天宁死也不做待宰羔羊。圣主，国主已经答应，只要您低头妥协，从此不再参与国事，国主绝不会为难你的。李通天解散上清宫，卸甲交兵，龙国之内锦绣之地无数，任你选。我以国主之名担保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你李家后世百代享尽荣华。然后眼睁睁看着我拼死打下的龙国江山毁在你手里，而坐视不管，对吗？李通天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！今天你若不答应，走不出天都。我李通天要走，谁能拦？你还是你？他们拦不住你，那这个呢？这是我娘的东西。我娘在哪儿？护驾！快护驾！圣主，三思啊！龙国内乱必将是外敌得逞。不用外敌，你敢伤我母亲分毫，我李通天一人就杀得你王室无人，搅得你龙国天翻地覆。国主，你与圣主刀兵相向，这龙国万里河山必将陷入无边地狱，还是放人吧。李通天，你今日低头，相安无事。若拒不悔改，3日后天都开设法场，本国主亲自监刑。法场之上，要么你认罪忏悔，要么是你母亲代你受死。我母亲一生乐善好施，她有什么罪？要送她上法场？一人有罪，株连9族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她能被送上法场，全拜你所赐。国主。圣主不可！李通天，这就是你给本国主的最后答复吗？没错，我通天圣主，龙国守护，上清宫之首，代表所有正义之辈向你宣战。这就是我给你下的战书。李通天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在用一人之力挑战一国之威。一国又怎样？人敢伤我母亲，我便杀人；国敢对我不公，我便灭国。既然你决心与国为敌，你的战书本国主收了。本尊再给你们3个最后一次重新择主的机会，是与本尊同谋匡扶正义，还是与本尊为敌一心向死？生死抉择，本尊给你们时间考虑。3日后，是敌是友，法场见。短短3年，物是人非，没想到当年我不惜战死也要救下来的那些人，如今却反过来要我的性命。农夫与蛇，我李通天成了农夫。圣主，查到我母亲被关押在何处了吗？属下无能，天都几处大牢，甚至国师府与其他官员府邸都查遍了，没能找到伯母。好一个心思缜密的国主！但凡他能把对付我的心思拿出来一半放在治国上，龙国也不至于衰落成现在这般模样。圣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传令上清宫集结，3日后劫天都法场。什么？劫法场？没错，劫天都法场就是我李通天要龙国改头换面的第一步。圣主大义，云霄愿生死相随。国主要在法场定我母亲和我的罪行，必要有刑堂官在场拟定罪责。如今龙国的刑堂官是谁？国师秦玄策的侄子苏齐安。又是国师府的人，
秦玄策已死，但他的爪牙仍在。苏启安现在何处？苏家选亲，云城萧氏萧老太君为了巴结权贵，将萧清墨送到了苏家，被苏启安看中。现在苏启安应该正在赶往萧家下聘礼的路上。萧老太君果然还是那个贪慕虚荣的老太君，看来上次给他的教训还不够。圣主，您的救命恩人萧天寿已经过世了。你说什么？据查，云城萧氏老太君为了掌控家族大权，将其毒害而死。好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，连自家家主都下得去手。去云城，他萧老太君要和苏氏联姻，那我就送他一桩姻亲。萧天寿既死，那萧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老太君，这个是东海夜明珠，据说整个龙国只有3颗，一颗在国主那儿，一颗在国师府，还有一颗就在这儿，作为苏家给咱萧家的聘礼了。好，老太君，还有呢，这个是苏家许诺的房产，1000多套呢，在天都，无论在哪，离最近的房子绝对不会超过200米。哎呀，苏家不愧是天都世家，这出手就是阔绰。清墨，你以后就有福了。老太君，这些只是第1批，苏少马上就到，他亲自带过来的聘礼可比这些贵重多了。想不到我萧家还能有攀上天都权贵的一天，那我萧家以后必将成为龙国顶级世家呀！苏少可是1品行堂官，还是国师的侄子。据说国师死后，国主还有意提拔苏少接任国师之位呢。哎呀，那你嫁给苏少，岂不是嫁到了国师府？那咱们萧家可就攀上高枝，变凤凰了。野鸡就是野鸡，飞上高枝，你也变不出凤凰。李冲天，你竟然还敢出现！老太君，我3番5次放过你萧家，到现在你连尊称尾生圣主都不肯吗？国主已经下发通缉令，是夺你圣主的苗，你现在只不过是龙国的一个通缉犯。清墨，不用跟这种人废话，直接告诉总督抓了他，我们萧家又是大功一件。是人愚钝，我堂堂上清宫通天圣主，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督吗？总督治不了你，那行堂官呢？1品行堂官苏启安马上就到，你要敢碰我们萧家，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苏启安呢？我见过他了，他来不了了，托我给你们萧家备上一份厚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苏启安叮嘱过，这东西必须由你们萧家人亲自打开。是苏少，是苏少！没错，就是苏启安。怎么样，老太君？你萧家要和苏氏联姻，不知道我送的这份大礼，你可还满意啊？李通天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们？就算我们家以前虐待过你，可我们萧家也救过你的命，你一心要逼我们死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良心，这2个字我该问问你们吧。救我的是萧天寿一人，我还的是你们整个萧家的恩情。萧天寿在，我让你们萧家世代永昌。可你们呢？你们做了什么？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什么也没有做。你们什么也没做，那萧天寿为何不明不白的就死了？爷爷是救急复发，要是难医，我们请了整个云城的神医都没有用。被灌下剧毒砒霜，别说云城的神医了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救不了他。你说什么？砒霜？城南药铺的老板已经交代了，你还有什么狡辩的？要不要我把萧天寿的尸体挖出来，剖尸验毒啊？这我们做了又怎样？让家主瘫痪在床多年，活着也是受罪，不如死了解脱。说得好，既然活着是受罪，死了才是解脱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，让你们解脱。来人！
日，上清宫通天圣主以3尺白绫送你萧氏2位恶人上路。于公爹，你欠我们萧家一条命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！南域、西境、东海，你们以身试死，我皆恕你们无罪，我还给你们萧家的有亲君一条命。你在我萧家吃喝3年，我们养了你3年，这种恩情不是几条命就能还得了的。从你们杀死萧天寿那一刻起，我跟你们萧家并只有仇，没有恩。圣主大人，求您饶我们一命吧，我们这就离开萧家，离开余城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哎呀，太，你饶了我们，整个萧家我们拱手相送。完了，人命债，人命偿。云霄，动手，以恶人之血告慰萧天寿，在天之灵。哎呀！老太君，老太君，你醒醒啊！你别丢下我一个人呐！老太君，行了，你杀了他，萧家就没人收尸了。萧清墨，你虽算不上什么好人，却也不似老太君这般蛇蝎心肠。谋害萧天寿一事，老太君为主谋，你为帮凶，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了却后事之后，到我上清宫为奴为婢，赎罪。若敢私逃，定杀不赦。